大家好，今天想与各位分享瑞士德语媒体关于华为不声不响推出高端 5G 手机 Mate 60 Pro 的报道。近日，加拿大的技术咨询公司 Tech Insights 对华为的这款手机在其实验室进行了拆分，确认里面确实有 5G 射频芯片以及中芯国际代工的 N+2 7纳米处理器麒麟 9000S。据美国 CNN 及德语媒体报道，美国政府它无法解释华为是如何做到拥有 5G 射频芯片，也无法解释中芯国际是如何帮助华为生产出7纳米芯片的。现在美国坐不住了，为了弄清此事，已开始对此展开调查。CNN 称之为华为取得智能手机的突破，而加拿大 Tech Insights 则更进一步。他直白地说，这将标志着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和突破，在全球舞台上将是一个颠覆性的举动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，美国应继续推行技术限制措施。对美方的反应，瑞士德语媒体似乎不那么客气。这家媒体叫 Tagesanzeiger 每日快报，更是以苹果禁令和华为惊天之举，中国双重震惊美国为题，对此进行了报道，并收获了不少读者评论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家媒体的报道：苹果禁令和华为惊天之举，中国双重震惊美国。朋友们，这家媒体用了一个比较有内涵的德语词 Hammer， 它的原意为锤子，但这里指华为所做的事情非常令人意外，有点平地一声惊雷响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美国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，尽管受到经济制裁，华为还是推出了搭载自家芯片的智能手机，而苹果公司则受到了中国苹果手机禁售令的打击。配图说明，它比它的苹果手机更好吗？在上海，一位女士正在测试含有中国制造芯片的华为 Mate 60 Pro， 这款售价$960的手机在短时间内被抢光。在硝烟弥漫的中美经济战争中，来自智能手机领域的两则报道令北美感到非常紧张。一方面，中国明确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苹果禁令；另一方面，中国制造商华为推出了 Mate 60 Pro。在美国人看来，由于制裁，这款新手机甚至不准存在。它含有中国自己生产的现代芯片，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想要阻止的。好，朋友们，我觉得报道中有的技术用词不准确，但我还是直译。如果有错，是原媒体的问题啊。这段直译出来是这样的：5G 麒麟9000处理器由中国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为华为代工。为防止这一举动，美国多年前就对中芯国际实施了出口限制。自2019年起，芯片制造商，这里用的是复数，表明全球所有芯片制造商，而不仅仅是中芯国际，被禁止向华为或合作公司使用美国技术或知识。华为的 5G 技术也受到限制。然而，中国人现在还是实现了突破，拥有了 5G 和现代处理器芯片所需要的所有其他组件，首次使用了7纳米技术。规避制裁，美国调查这一技术突破。美国已进入最高戒备状态。美国国安顾问杰克·沙利文在白宫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，政府正在调查此事。我们需要更多关于芯片的信息，以确定相关公司是否可能规避了美国的出口限制。中国批评美国计划对智能手机进行调查。中国批评美国一家机构对中国华为公司生产的新型手机进行调查。该机构计划对华为手机部件进行测试，以查明是否存在违反制裁的情况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五在北京表示， The U.S. government has begun an official probe into an advanced made-in-China chip in Huawei's latest smartphone. This has set off debate in Washington about the efficacy of sanctions.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ny comment? 我们一贯反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，反对滥用和泛化国家安全概念。美国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，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，扰乱全球产供链稳定，损人不利己。我想强调的是，制裁、遏制、打压阻止不了中国发展，只会增强中国自立自强、科技创新的决心和能力。美国专家目前也无法解释中国人是如何生产出如此多的复杂元件的。
这些技术可能来自世界市场领导者台积电的前雇员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中国的重大技术突破。配图说明，华为于8月底推出了 Mate 60，并于9月初开始销售，很快就销售一空。中国人的新旗舰手机的等待名单很长。对华为来说，新款智能手机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。在中国 ，Mate 60 Pro 让全民疯狂，这款手机早已售罄。近$1000智能手机的等待名单也很长。中国人在新款苹果15亮相前不久，成功进行了一次政变。在美国的限制措施拖住中国的步伐之前，华为曾一度高居智能手机世界第一。专家大卫·麦奎因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，有了自己的中国制造处理器，华为可以重回巅峰。苹果禁令可能影响5600万人。与此同时，华尔街日报或彭博社等商业门户网站报道称，中国欲禁止国家工作人员使用苹果手机，或者已经在某些地方这样做了。因此，苹果公司的股价在过去几天里下跌了7%，这相当于损失了近1800亿瑞士法郎的价值。这一禁令使这家美国公司面临失去数百万台设备市场的威胁。中国有5600多万人在国有企业工作，可能会受到苹果禁售令的影响。苹果公司近20%的销售额也在中国。禁令的影响范围有多大，目前还不得而知。与国家关系密切的公司也可能受到影响。最高层的禁令也会损害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声誉。许多人可能会自愿不买苹果手机。如果采用中国芯片的华为新旗舰手机同时上市，这将进一步损害苹果公司。然而，正如分析人士所写的那样，更重要的似乎是中国在经济冲突中发出的信号。富士康是苹果公司在中国的重要雇主，数百万人在中国为全世界组装苹果手机，而中国目前正面临失业率上升的困境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即使是一家对中国如此重要的公司，也未能幸免于相关政府的夹缝中。那么，它就不是一家美国公司，这就是信号的解读。相应的，其他在中国设有工厂的公司也在股市上遭受损失，例如惠普或戴尔。目前，中国政府仍未就苹果手机禁售令发表官方声明。不过，习近平政府已经在贸易战中多次实施了自己的限制措施，例如禁止出口半导体生产所需要的重要材料。与此同时，中国自身的芯片产业也将得到400亿美元的扶持。德国之士点评，这是否倒因为果了呢？是西方首先实施制裁，并且连连加码，后来中国不得不做出一些非常有克制的回应。但这家瑞士媒体却只提到中国多次实施限制措施，让读者误认为好像对方很无辜。西方媒体好像一般都这样，即使号称所谓中立国的瑞士的媒体也不例外。显然，正如 Mate 60 Pro 所显示的那样，华为取得了成功，人们也支持它。华尔街日报引用了一位年轻中国女性的话：“我想支持本土产品。”她现在将把自己的苹果12换成华为新旗舰，或者至少已经预定了一只。不过，华为 Mate 60 Pro 显然不完全是中国制造。据彭博社报道，在华为设备中发现了南朝鲜海力士半导体的内存芯片。该公司声称，由于制裁，他们多年来从未向中国提供过硬件，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他们的技术是如何流入华为的。好，朋友们，现在我们来看看瑞士这家德语媒体的读者评论，按时间先后来翻译。第一条评论：最重要的是廉价消费和赚大钱，这就是现出口经济秘密产生的后果，西方只能怪自己。下一条评论：我们有多天真？我们真的相信西方在技术上永远领先中国吗？无论是在半导体、电动汽车、智能手机、战争物资还是无人机等方面，这是一个致命的误判。下一条评论：西方自愿提供了很多帮助，但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也特别强。就拿充电线来说吧，几年前它们还是又大又重，几乎像1公斤重的金条，如今它们轻如鸿毛，甚至更加牢固。下一条评论：看起来他们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发展，
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。下一条评论。不过，即使中国鹤立鸡群，全世界的年轻人也会永远梦想着美国，永远不想成为中国人。下一条评论。美国的贸易制裁再次助长冲突和强化独裁者，干得很棒。下一条评论。过去40年的贸易和技术转让，让中国的独裁者更加强大。下一条评论。制裁或孤立总是能促进创新。下一条评论。这是给苹果公司发出的明确信号，离开中国另寻生产基地，而对于欧洲，让自己尽可能独立于中国。下一条评论。好吧，那么苹果公司应该立即停止在中国的生产。我透露我的小秘密，我不想要中国制造的苹果手机，谁知道它含有什么芯片和间谍软件？下一条评论。已经太晚了，如果没有中国，我们的生活将寸步难行。从玩具到平底锅，再到太阳能板和蓄电池，很多都是中国制造。下一条评论。我们跳过前面1-2段，我们看第3段啊。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博弈是这样的，对失去主导地位的恐惧已经以恐慌的形式表现出来。中国人并不愚蠢，中国拥有庞大的人才队伍，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，中国拥有顶尖人才的优势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谁将首先采取明智的行动？如果是美国，他们会寻求互利合作，坦诚相待；如果是中国，他们将允许更多的个人自由，而西方几乎没有机会与之抗衡。西方和中国之间的争论可能会失败得一塌糊涂，因为我们只通过狭隘的视角来看待利益和损害。如果华为在国家支持下将其新款手机推向全球，那么整个金砖加市场将脱离西方，这可不是一个美好的前景。欧盟、瑞士工业喜欢向中国出口其制造业产品。下一条评论。但现在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，对吧？真的有人认为华为会退缩吗？这个时间点有点令人意外。参与制裁的国家，比如说瑞士，都很愚蠢。下一条评论。美国人还需要经历多少次制裁失败，才能意识到副作用大于结果？下一条评论。这就是西方资本家的下场，他们为了省点钱或多赚点钱，将生产和技术转移到中国，而消费者则贪婪地购买中国商品，因为更便宜。现在他们对中国人也从全球化中获利感到惊讶。下一条评论。华为能够生产7纳米芯片并不新鲜，也不令人惊讶。中国能够用它更老的机器生产7纳米芯片，但重要的是，这在经济上不可行。中国可以生产一些智能手机，但仅此而已。任何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会对这一消息感到很惊讶。这款智能手机的数量很可能仍然很低。下一条评论。经济战是双向的，富士康的几个工作岗位很难影响中国的失业率，而且中国的人均收入每年都在大幅提高，这点与我国不同。下一条评论。早上好，亲爱的美国人，不向中国人开放知识，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自己搞清楚某些东西是如何工作的。你得多想想，全世界都有聪明人，不仅仅是在美国。下一条评论。美国还会多次对中国的能力感到惊讶，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，这将变得很不舒服，因为美国佬的最后手段永远是战争。下一条评论。苹果公司和美国因为要取消一个不受欢迎的竞争对手，现在得到了报应。他们对三星也是这样做的，因为这是唯一的原因。美国科技公司和美国已经不再强大到足以对抗中国这样的对手。在其他领域，如电动汽车领域，中国也已驶入超车道，而美国正日益落后。一个与独裁统治相关联的经济体，如今也在技术和数字化方面取得了如此强大的实力。虽然我也不喜欢这样，但这一事实让我感到不安。但是无论我们喜欢与否，中国都是成功的，而美国经常试图用不公平的做法和伎俩来阻止中国。下一条评论。苹果公司将逐步停止在中国的生产，或者美国政府将禁止其在中国生产，这将适用于所有在中国生产的美国制造商。
美国佬现在拉响了警报，在一起间谍案之后，三星也不再在中国生产手机。下一条评论，这项技术并不罕见，拥有7纳米技术的人比比皆是。最特别的是，华为可以依靠足够多的中国民族主义，使手机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，他们有众多的消费者。下一条评论，美国人甚至不再掩饰他们试图以不正当手段阻止中国成功。现在你们这些不公平的美国人有了双重回答，这很好。下一条评论，美国现在正在积极阻挠人类进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每一个瑞士人都应该站出来反对美国。下一条评论，好朋友们，这位网友的评论涉及一些技术词汇，我尽力翻译吧啊，如果有错误的地方，请你们包涵。美国其实根本不需要感到震惊，每一个被西方利用进行廉价生产的国家，最初都是通过复制起家的，然后他开发出自己的更好、更廉价的技术和产品，以便将低迷的西方企业赶出市场。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现在的情况并无二致。多年来，中国一直潜心研究 EUV 光刻光源，以规避荷兰垄断者，这也不是什么秘密。好，观众们，然后他讲了荷兰阿斯麦和中国所选择的路不同。我们看最后一部分，如果看一下高通公司骁龙888加和麒麟9000的基准测试结果，中国人似乎在麒麟9000上取得了成功，两者的差距不再太大。如果习近平没有用他痴迷的新毛泽东思想摧毁中国经济，中国很可能会占据相当大的市场份额。下一条评论，我们现在对中国窃取技术感到惊讶吗？真的吗？对不起，但这就像罗马帝国的衰落一样新鲜，就像酒后头痛一样令人惊讶。下一条评论，想挑起经济战争，却在经济战争爆发时大吃一惊。美国正在用技术禁令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在我看来，这是他们的傲慢应得的报应。下一步，美国将再次敲开欧洲的大门，威胁欧洲同意他的无稽之谈，简直就像幼儿园。我用华为手机在写这个帖子，顺便说一下，如果在读这篇文章，习大大，你的手机就是比苹果手机好。下一条评论，是的，只是觉得这种独裁统治剥夺了人们自己的意愿很愚蠢。但即使因为它很便宜，而且看起来很酷，我还是不会买这种中国垃圾。中国既没有自由市场，也没有自由社会。比起美国，我更担心这样的强权。下一条评论，美国人的傲慢和自以为是的态度，现在让人无法忍受。下一条评论，这是意料之中的事。美国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科技中心吗？他们大错特错了。10多年来，中国一直在收购世界各地的企业，当然不仅仅是拥有企业，他们通常是在制药、农业或科技领域拥有高水平技术的企业。正如我们最近在中国展示电动汽车时看到的那样，美国应该面对与中国的竞争。不过，如果美国人不总是走在前列，这也许是件好事。实际上，他们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做，以最终恢复其日渐衰败的基础设施。下一条评论，拭目以待，不久之后，最先进的汽车也将从中国进入欧洲，届时德国人将被甩在后面。在慕尼黑的 IAA 车展上，德国总理被安排站在一辆大众汽车旁边，这辆车要到2025年底及2026年才会上市，现在还不能购买和订购大众汽车。梅赛德斯展出的又是一款原型车，也不能购买，但已经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展出。最近有越来越多无法购买和驾驶的汽车在展出。下一条评论，我周4参加了慕尼黑国际车展，在电动交通、复杂电池和驱动系统、人工智能和能源控制器或应用程序等领域，中国人确实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据了主导地位。许多中国人密集地参观其他参展商，拍摄照片、视频等，并记录下一切，偷窥、粘贴和复制。遗憾的是，这令人感到恐惧。下一条评论，华为的这次出演将载入史册。现在事情发展得非常快，
中国将超越苹果，中国将在 IT 技术领域奠定基调，这是中国蓄谋已久的经济战略。欧洲的处境非常艰难，美国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，而欧洲正在沦为次要地位。权力向下周的转移将使欧洲付出代价，民族主义将我们直接带入死胡同。下一条评论，美国也大规模制裁过伊朗，如今伊朗在导弹技术和无人机制造方面相当强悍，制裁永远不会奏效，对方迟早会找到解决办法，需求是发明之母。与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方国家相比，中国在教育方面投入巨大，而我们许多中小学生和学徒已经连简单的方程和三则运算都吃力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与各位分享瑞士媒体及读者的评论就到这里。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印象？不管德国媒体还是瑞士媒体，不管是德国读者还是瑞士读者，他们的观点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因为他们都是西方人，对中国本质上都带着深深的偏见与仇视。瑞士这个国家其实同样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国家，并不是什么真的中立国。二战时他们还是希特勒的帮凶的，瑞士人也虚伪得很。我相信在瑞士多年的华人朋友们比我更清楚。